不过，别人做汉奸都起不了什么颠覆国家的大作用，但是汪精卫做汉奸，大家当时都惶恐起来。因为向来做汉奸的人都承认落水做汉奸，没有国家，没有祖宗，只是为了钱。虽然由日本人拿出钱来经营种种机构，但是都不免要避东避西，不敢公开露面，成群结队，只能住在虹口或沪西，苟安一时。租界警方即使知道，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是汪精卫一做汉奸，却高唱和平主义，形势就为之大变了。托辞和平实行卖国汪精卫的唁电文稿以及一切演讲词，会把极荒谬的主张说成一套动听的话，这是汪的长处。但汪精卫从重庆、香港带来的人手实在少得可怜，为了充实他的阵容，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向日本人要到一笔开办费，拉拢流亡分子，组织一副班底，因为他知道只要有钱，就有人来服从了。汪精卫右三在东京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一副奴才相，果然在他的组织手法下，许多失意的人钻头蜜缝，如蚁附山的由四方八面走来依附他。最初我只知道在威海卫路有一间太阳公寓，好像青年会之类，有公寓的设备，从前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寄宿之处，因为花费不大，所以都下榻在这里。太阳公寓内本来有一个中社，此时忽然成为汪派一个招兵买马的驿站。一般伪组织的人美其名曰招贤馆，招贤的风声一传不开，于是许多失意政客或者托人，或者毛遂自荐投上履历片去接线头。各行各业中最可怜的人，既不能经商，又不能挑担，说起履历来，从前都是什么长什么长，一旦失了依靠之后，就会10年8年赋闲没有事干，所以投奔招贤馆去的人数实在不少，而且一经录用的话，就可以拿到一笔卖身银子，以后月月拿到干俸，今后组织成功，分派职位，袍户登场。这个组织我就隐隐约约知道有许多相熟的可怜人物都去应征。汪派最着重的是要吸收从前国民党中做过执行委员或是干事之类的救援。813开战之后，上海还是有一个国民党上海特别是党部的地下组织，人数也有100多人。这批人因为在战时经费不裕，薪俸改削得很薄，而且避东避西苦得很。这类人除吃党饭之外，不要说经营商业，连跑单帮都不会。有钱的党老爷早已溜到后方去，没有钱的干部留在上海，都是很可怜很清苦。而且做过国民党干部的人，就是日本人要逮捕的对象。这班人正在彷徨无所适从之际，一经接洽，竟然整批地倒了过去。这是汪精卫第一炮银弹攻势的收获。巧立名目族辅还都我对汪精卫的才能，老实说，在学生时代是很崇拜的。记得在我10多岁时，于南市民立中学读书。民立虽是一座有名的学校，但是没有图书馆，也没有月报室，4点钟放学就要到小西门口少年宣讲团去看书看报。这个团体相当于青年会之类，所不同的，它并不是一个传道的宗教机构。逢到星期六下午，必请一名人演讲。当时的名人演讲，我听得很多，只觉得黄炎培人之讲得很动听。有一位称为演讲家的歌鹏云讲得也不错，而且他提倡一种大份主义，说得更是有趣。
平时演讲会听的人很少，难得见到满座。只有一次，他们请了汪精卫来演讲，这天却上上下下都坐满了。汪氏登台时节，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飘逸，由他的妻子陈璧君陪同前来。演讲时，陈璧君坐在一旁。汪精卫一开口就是广东国语，由于他口舌敏捷，说得十分流利，讲些什么，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不过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说的话头头是道，极为动听。听罢了他的演讲，大家都有此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所以我在年轻时代对汪氏就是青岛的一份子。待到民国27年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唁电之后，大家对他的看法为之一变。我对他虽然失望，但仍希望汪氏变出一套新戏法来。可是传布全国之后，抗战的前途，无论军民人等，心理上都发生极大的变化。若干恐日病的患者认为，从此之后抗日之战便要支持不下去了。我对汪的希望，总以为他必有一套不会不一般汉奸的后尘。但是待到汪由河内乘日本船来到了上海，避居在虹口日军势力范围之中，我们一般人才发觉他真的要做大汉奸了。对他的辩解认为可惜得很。当时我们所有的朋友3355相聚谈的，无非是汪精卫叛国这件事。我和丁惠康等有一个聚餐会，每次都在法租界13层楼大厦丁的诊所中举行。名义上规定每人都邀约一个女性来参加。汪精卫的心腹楚民义几年来每次都来，有时候还带了一些小电影来放映。自从汪精卫到了上海，楚民义依然从不缺席。不过谈到政治的话，他总是说叫我唱戏、打太极拳或是踢毽子，我是个能手，对政治大家还是不谈为妙。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楚民义毕竟是一个糊涂人，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去激将他，他还会无意中透露出消息来。原来汪精卫到上海之前，陈璧君已由香港到了上海，这和平运动的策动已酝酿了好久。牵线的人并不是楚民义，而是一个大家料想不到的大学教授傅士硕。